天儿，唐宁，你们考虑好选谁了吗？我没死，这是选训那天。没想到，我竟回到了一切开始的这一天。上一世，妹妹用我的八字嫁给了霍将军，我嫁给了富家大少爷。霍将军镇守边疆，妹妹嫁人后日日守活寡，而我在婚后才得知，我不是只嫁给富家大少，而是要给富家三少做共妻，受尽折辱。一女侍三夫，真是不知廉。既然重活一世，我绝不会重蹈覆辙，再也不做任人摆布的棋子。我要选傅家，我要选傅家。不对，前世他为了抢霍将军闹得寻死觅活，怎么变了？难道他也重生了？女儿啊，你昨日还非嫁霍将军不可，怎么今天改主意了？昨儿是我想差了，参军的一走3、5年，谁爱守活寡谁守去。傅家可是大商户，金山银山花不完，还有男人轮着疼。姐姐，你说是不是？妹妹既然喜欢金银，那便依你。蠢货，你以为的福窝，其实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炼狱。你抢着去送死，那便成全了。哎呦，我的乖女儿，你总算想通了。富家富得流油，你这貌美如花的，就该过穿金戴银的日子。常宁知书达理，配那个小武将正合适。常宁全凭父亲做主。好啊，好。这一世跳入富家火坑的人，终于不是我了。哎呦，好，我女儿就是有福气。瞧瞧这富家，这红妆怕是得有100里长吧？富家可是新贵，富得流油。倒是这大姑娘嫁个小武将，真是寒酸。那是大姑娘没福气，二姑娘才是掉进金窝子里了。姐姐，你这嫁衣怎么连颗像样的玛瑙玉石都没有？行军之人不系奢靡，这样挺好。姐姐真是大度。出了这个门，往后见面就少了。姐姐可要好好过日子。你也是。周耀轩，你就这么想嫁进傅家？难不成姐姐现在反悔了，想跟我换着嫁？我告诉你，门都没有。这辈子好日子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占尽了。好日子，周耀轩，既然你非要往火坑里跳，这一世就慢慢享受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吧。朗入疏眉，肩宽背阔，难怪来药铺买药的那些娘子，一聊到霍瑶这位年轻将军，眼里全是爱慕和垂涎。新人喝下合金酒，从此恩爱两不疑，早生贵子，福禄双收，红鸾心动，佳偶天成。老身就先行告退了。都累了一天，早些安歇。一切听夫君的。前世周瑶轩回门时骂霍瑶不是男人，看来他是真的不行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必提周公之礼，这样倒也亲近。夫人可是做噩梦了？打扰夫君休息了。打扰？你像被鬼缠了身，叫得可惨了。我确实梦见了恶鬼。将军，需要请大夫吗？不必，端热水来。
前世被傅家折磨，我拼命求救，嗓子喊到嘶哑都没人理会。如今只是做个噩梦，竟有人亲手为我拧帕子擦脸。夫人可有好些？好多了，多谢夫君，我去换身衣裳。别怕，我身体不适，自是不会碰夫人。我们已经是夫妻，自是不怕的，只是想给夫君腾点地。原来周瑶轩没撒谎，霍瑶果然不行。傻丫头，睡吧。此生，你终于回到了人间。姐姐这新婚3日，气色倒是不错，想来是在府上睡得十分安稳踏实，半分倦色都瞧不出呢。这霍瑶确实生得一副好皮相，可惜中看不中用。霍将军，久仰大名。妹妹看起来在傅家过得确实精彩。霍将军，圣上急召，请速入宫。贤婿快去，莫要耽搁了御前差事。你好生与家人团聚，不必送了。以后我周家官商皆有人在，我看这京城里谁人还敢不敬我3分？就是打仗危险，万一出个什么意外。呸呸！瞧我这张嘴，妹妹慎言。夫君此行是为国效力，妹妹此番言论实乃大不敬，传出去了，怕是会给周家惹来无妄之灾。姐姐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够了，闭上你的嘴，好好吃饭。前世最后一次见他，他骂霍瑶半死不活，难道就是这次出征受的伤？我要去泾阳了。边疆蛮夷突袭，圣上命我为先锋，率800骑兵先行出征。泾阳，果然是这一招。前世他就是折在这一招，废了一条胳膊，才捡回半条命。主帅，可是张旭将军？先锋军调令乃是机密，你如何知晓的？前世傅家3子在庆功宴上亲口说过，张旭身死泾阳，还被朱监军扣了通敌的罪名砍了头。我梦见的，我梦到朱监军克扣军粮，害其兵变，他还伪造通敌信，害死了张将军。你虽然杀出重围，却掉入陷阱，断了一只手臂。妄议朝政，甚至编造军中动向，你可知这是重罪？那将军可要罚我？罚过了。
放心，夫人的话我会记住的。你信我？夫人因忧惜我，才做了忍梦。特来告知，我岂会不信？你且看着，若是有误，就当我没提过。万一梦境是真，早做防范也好。我不懂朝纲，不懂打仗，我唯一想要的是我的夫君能平安归家。我与霍瑶虽然情分是尚浅，但这样舍身为国的英雄，不该被卖国求荣的贪官害死。若将士枉死，蛮夷踏血而来，百姓哪还有安生日子？夫人的话，霍要谨记在心。那就好。但临行前，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做。你不是？不是什么？夫人是在心疼我明日赶路辛苦，舍不得我，还是说，夫人以为我不行？没有。之前不动你，是觉得刚认识，怕吓着你。反正你是我的，你跑不掉的。要不要先适应一下？等我出征回来，才不会对我生疏。你，可为什么周瑶轩前世说他不娶？为什么全京城都传他不是男人？难道前世霍瑶根本就没碰过周瑶轩？可为什么不碰他？吓到了。今晚不会有其他的了，别怕。我离家后，出门尽量带着管家，他手脚功夫不错，能保护好你。另外，傅家夫妇，你尽量少来往。为什么？傅泽楷不似他外表那般和善，莫被他骗了。你认识他？迎亲时头回见面，算吗？他和傅泽楷明明没有交集，竟有如此洞察力。那你觉得我妹妹呢？没脑子，蠢人干坏事，会害你受牵连。那你当初如果娶的是她呢？我不会娶她的。怎么不会？你前世就娶了她。宁儿，你不用羡慕你妹妹那十里红妆，我都会给你挣回来的。原来她一直介意这个。宁儿，那时不止金银绸缎，还会有尊贵地位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将军还有何吩咐？在家乖乖等我，
在家乖乖等他。夫人，尚书府老夫人弃寿，宴请各官宦士族女眷。我知道了。霍言在边关遇刺，我岂能让霍家在荆州失了礼数？备车赴宴。是。此次宴会必定会碰到周瑶轩，希望他最好能安分点。听说了吗？傅家那3位公子，个个模样都生得极好，连长公主都想把那傅二公子留在身边呢。瞧见莫席坐着的那位傅家新媳妇没？听说她在傅家受宠得很，连最难搞的小公子都整日夸她嫂嫂好。想来上一世周瑶轩也是如此听着氏族女眷们的议论，便以为我过得极好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傅二郎拒绝长公主是不愿做玩物，更是怕自己玩过头惹来灭族之祸。长得确实勾人，可惜满脸媚态，举止轻浮，一看就不是个安分的。听说他姐姐嫁入了霍府，霍将军已经出征，这一去也不知何时能回。这守活寡的滋味怕是难熬啊。但私下找几个俊俏强壮的护院总行吧？这不比那霍将军带劲儿？这些闲话，怕是上一世的周瑶轩旁听了去，对我心生了芥蒂，也泛起了养小厮的心思。姐姐如今当了官夫人，架子竟这么大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是瞧不上妹妹了？长公主都高看傅家一眼，我又怎敢打扰妹妹的雅致？那可是宴上哪家贵人不夸赞我夫家？那些贵妇嘴上夸赞傅家3公子，却没有一人真想下嫁，或者把女儿嫁给他们。这一通不过是拿商贾之子当消遣，周瑶轩还真以为自己捡到宝了。姐姐新婚不久，怎么气色这样差？莫非是姐夫出征在外，姐姐独守空房，寂寞了？你想多了，姐夫这一去，少说也要1年半载。妹妹在城郊有2处别院，不如替姐姐物色几个健壮懂事的家丁，送去给姐姐解解闷儿。这些东西你留着自己用吧。装什么清高？我和夫君可是夜夜春宵，我就不信你心里一点都不羡慕。不羡慕，我先走了，别再跟着我。冯姨娘出身勾连，满脑子风月画板，全都交给了女儿。如今这副模样，倒真是得了亲娘的真传。暖娥香消祝玉残，10丈绫罗缠寿短。等你知道傅家那些见不得光的脏事，怕是连命都保不住，还有心思在这儿显摆。周长宁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！若不是大官首次必定，我绝不会来这种宴会。重生入会，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忙，这一世绝不能让前世的悲剧重演。前世兵变，皆因奸君克扣粮饷。这一世，我决意未雨绸缪，斩断后患。小朱，把那800亩直粪田全数改种3季稻，再把我的嫁妆和霍家那几间布庄的银钱全部抽出来。小姐，那是全部家底了，你要做什么？在南方各州广设粮铺，同步收购散农余粮。阴虚缺口太大，此举也是杯水车薪，但有人想要霍瑶的命，也得先问我允不允。小朱，被叫去幕府。张将军说夫人可信，这些便拿去运作。长宁绝不辜负夫人信任，
现在人跳冲突，但缺货。前世负责清提到3位大梁上，因开仓震惊，阻断了傅家想趁乱捞一笔的权利。您就是霍将军的夫人？没错，但事出有急，我便不多寒暄，直入主题。实不相瞒，今日请3位来，是因前线军需告急，我想请3位将新粮低价转卖给霍家。夫人高义，为保家卫国，我们定当鼎力相助。此事关乎重大，请诸位务必保密至战事结束，以免被奸人所害。请夫人放心，粮的事情有着落了。接下来是这走私怎么可能？霍笑不是应该在晋阳吗？谁？你太无礼，让姐姐见笑了。方才你看见什么了？我走错路了，什么都没看见。哦，走到头了才发现走错。姐姐，这可是平康玉北曲，莫非姐姐是来私会情郎？我要私会也不会选这种脏地方。说的也是，这平康坊可是销金窟，霍将军那点俸禄，怕是供不起姐姐。不过对于我来说，钱就是小事。姐姐若是需要，我可以。不必，钱我喜欢自己赚。好吧，姐姐若有需要，随时开口。前世负责凯便是如此，用金子诱惑那些可怜女子，玩够了就送给生意伙伴做玩物。负责凯，你这副皮囊下藏的是最烂的根。糟了！娘子小心。你是这里的客人？我是掌柜雇的跑腿，给贵客送吉物，脸上有疤，见不得人，才常年戴着斗笠。阁下身形极像我夫君，我恐是认错了。娘子快些离开此地才是，莫让你的夫君担忧。夫人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回府吧。那斗笠男分明就是霍瑶，可他为何不承认？装不认识，趁机摸我腰，却又忍不住关心我。除了霍阳，还能是谁？霍耀本该在晋阳，擅离职守可是死罪。张将军绝不会让他无端回京，前线定是出了天大的事。5天了，连府门的狗洞我都让人盯着，却始终不见他踪影。药材、棉衣，还有剩下的新粮，加紧收储，一刻也不能停。这一世，
我哪怕倾家荡产，也绝不让任何人动他的军粮。收完最后一批粮，穆夫人带着一众亲卫，表面是回江南探亲，实则伪装商队，护送物资去晋阳。夫人，一切准备齐全，我这便带人回江南探亲。山高路远，全托付给夫人了。筹粮谋划终于落定，霍瑶，你一定要平安。夫人，听闻此处有个道观特别灵，我们去给将军祈福吧。天色尚早，走吧。信女祈求三清护佑，保我夫君霍瑶早日平叛，平安归来。这桂花开得甚好，正好可以给霍瑶做个平安符。小朱，你先回马车上去，我去后院折几枝桂枝。这里是信士入住的厢房，谁敢在清净地如此荒唐？好久不见，姐姐。好久不见，姐姐。里面的女人不是我，再也控制不了我了。周瑶轩，前世你以为我在傅家享福，却不知我是生不如死。果然心境应事相，观者即本真。那是谁？我们夫人的姐姐周长妮。我的腿！傅泽楷动作可真快，白日才见过，晚上便派你来杀我。是死士，傅家大少爷真是好大的手笔。夫人，这是想要您的命啊，是否需要就地解决了他？绳子迷香，傅泽楷不是要杀我，而是要把我绑走。不，去报官，明日一早敲锣打鼓的去报。是，夫人。幸好今日在道观撞破丑事后，留了心眼在卧房铺满捕兽夹，否则今晚后果不堪设想。你想玩阴的，我就陪你把事情闹大。夫人，那贼人刚被衙府接去，便一头撞死在牢中，刑部的人未来得及审讯。傅家做事果然干净狠辣。去，找到街上的说书先生，让他们把霍家遭贼之事传出去。是。就说我被吓出了病，不再外出。傅泽楷，你想悄无声息地绑我走，那我偏要把事情闹到天下皆知。诸位，霍瑶将军在泾阳血战百人，连夺7城，那是实打实的护国英雄。可英雄在前方拼命，家里竟遭了贼。听说霍夫人被吓得卧病在床，英雄家眷都保不住，这世道还有王法吗？朝廷要是寒了将士的心，谁还给咱们守国门？
走，咱们去府衙请愿。皇上，霍将军捷报频传，可京中百姓皆在议论霍府遇刺之事，民愤难平啊！荒唐！霍瑶在前线为朕护下江山，朕若连他的家小都护不住，何谈圣明？传朕旨意，增派巡城卫，另拨2支禁军，日夜守在霍府外，直到霍瑶凯旋。若出一丝差池，朕拿统领质问。末将奉圣上旨意，率禁军前来护卫霍府周全。霍府惊魂未定，夫人需静养，谢绝一切访客。请夫人好生休息，我等定当护霍家周全。禁军守门，负责凯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进我霍家！禁军守门后，府内日子总算是安生了，我却总是忍不住想起霍瑶。夫人，这是本月的收银，米粮铺来了位阔绰主顾，要您亲自面谈。年关将至，我病体未愈，无论是谁，拒了便是。是。傅泽凯，这种粗劣的诱敌之计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。这是我家夫人听闻她姐姐生病，求了大公子许久才寻来的良药，劳烦伙计交给霍夫人了。夫人，不过是个药匣子，您怎么比见了贼还紧张？傅家送来的东西，指不定藏个迷药毒针。小朱，退后。小姐，这是要熬水喝的药吗？入药的是莲子、莲叶，而并蒂莲的花并不入药。并蒂莲自古育男女之情，更是以莲房育女体。傅泽凯竟敢如此借物引我，我原本以为那晚他是想把我卖去匪窝封口，现在才明白，他是想把我绑进傅家，彻底毁了我。夫人，这东西惹您不快，要不我帮您把它扔了吧？你能看出这东西不好？我不懂花，但我看得出来小姐心情不好。小姐不喜欢的，一定不是好东西。就你聪明。去吧，把并蒂莲拿去厨房灶里烧了。那这匣子呢？匣子先留着。傅家送来的政务总有用到的时候。霍瑶，此战你必须赢。你的功勋官位是护住霍家与我尊严的依仗。有人！府外有禁军，府内有卫兵，这人竟能悄无声息摸进来，难道是傅家的死士？谁？登徒子，敢吃老娘的豆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现在才知晓，夫人是属狗的。霍瑶，一段时间未见，夫人真是长本事了。现在连夫君都敢咬了。外面全是禁军官兵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哼，回自己家，难道还找不到门路？那外面的官兵撤了吗？没撤，圣上给的福利不用白不用。等张将军回京，我有自己的兵可用，再撤也不迟。仗打完了，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你夫君提前回来，是来钓鱼的。灵儿，现实和你之前做的梦一模一样。朱杰伪造通敌信，张将军提前做了准备，朱杰的陷害落了空，
我也谨记夫人所说，最终识破敌军所设陷阱，还反杀满夷夺了7城。朱杰那老狐狸明里暗部克扣军粮，好在你筹措的粮食及时送到，救了全军。这次隐瞒行踪回京，就是要引蛇出洞。我夫人真是厉害，全军将士都念着你的好。穆夫人才是真厉害，她送粮路上遇到了土匪，最后竟能让那帮土匪自愿护送。那是张将军该夸的事，我霍瑶只谢谢我的夫人。别在这乱来，回卧房。好，都依夫人。虽然知道霍瑶身材好，但还是不自觉被吸引。霍瑶本就生得极俊，英气中透着不羁，此时平添了几分温润如玉，倒像个勾人的男妖。宁儿有时候像只小猫，遇惊便浑身炸毛。算了，不捉弄她了。霍瑶的发丝压黑，光泽而强韧。这个人怎么从上到下连头发都透着野性？干了没？差不多了。那便该睡觉了。宁儿，这段时间可曾想起我？偶尔。骗人！光看背影就能认出我，还这么喜欢我亲你。你肯定日日都在想我，只是害羞，不肯口头承认。不过是一时失神罢了，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谁会日日惦记你？一时失神，方才唇齿间的回应，可不是失神能解释的。宁儿，曾经在战场上，我以命相搏，抛头颅洒热血。如今，我打起万分精神，不敢出丝毫差错，因为我想要活着回来，我想要见你。宁儿，我想听你说实话，别对我口是心非，我受不住。我想了，不是偶尔，是经常。正好，我也是。是我太心急，委屈了你。哪里是急，分明是一刻都不肯安妥。长夜漫漫，那我们便慢慢来。
霍言这混蛋倒是会折腾人，倒还有点良心，没让我这般狼狈着醒来。夫人，你脸色看着不太好，是不是身子不舒服？无碍，就是有点累，扶我起来吧。霍言这家伙真是偷偷回家，又偷偷出门。这几日常在房里多备些吃食，我最近晚上容易饿。好的。对了，老爷让我来问，今日夫人归宁吗？此次归宁，断不会那般顺利。傅泽凯对我执念颇深，又怎会放过归宁这一机会？走，咱们准备一下。姐姐的防心可真重啊！若不防着，难道给贼人下手的机会吗？6个月不见，周瑶轩的变化竟如此之大。换作平日，他定要呛我几句，此时竟一言不发。周瑶轩在怕傅泽凯。这种眼神，莫非他又想杀我？这一世，我可没阻碍他投奔幸福。贤婿真是太客气了，回回都这么多重礼。快，里面请。也是，抬着整箱金子的人，自然比我这寒酸的官夫人受欢迎。娘，女儿一切安好，待时机成熟，我就接您走，把牌位监出周家。放肆！少夫人祭拜，谁准你靠近的？想要见姐姐一面，可真难啊！我自问从未招惹傅家，你为何总要与我过不去？天地良心，我只是对姐姐难以忘怀。你和那些庸渣俗粉都不一样。要不是为了有借口见你，我何必带着你妹妹来周家？你有我妹妹还不够吗？你妹妹身子太娇弱，受不住，怕是传宗接代都不行。周瑶轩身子坏了，傅家到底怎么折腾他的？要是你，肯定不出3、5月就能怀上。所以呢？要不是傅家只能同娶一妻的祖训，不然会影响家族运势，我定然将你也一起娶进门。谁知道你家名声都那么臭了，还有个姓霍的不长眼来抢，不然我们早就给你买大宅院，锦衣玉食先养着你了。养着我？嫁进傅家，生的孩子也只能一辈子当下贱商贾，有什么出息？我为什么会愿意被你养着？你什么意思？傅家3子精才绝艳，却偏找我这种小门小户。我猜，傅家祖上是得罪了哪位先皇，被罚永世不得入室吧。果然，傅家想改朝换代脱商籍，这就是傅家通敌叛乱的原因。姐姐既然嫌弃商贾出身，那我不妨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让你做好无依无靠的准备。你的父亲去。
战场上了。霍瑶走前亲口叮嘱过，他们已控制了联络人，故意假传战死的讯息，引蛇出洞。傅泽凯今日如此猖狂，看来是以为大局已定，就等他的主子谋权篡位了。傅大公子，我们打个赌如何？哦，姐姐想赌什么？赌你不得好死。有意思，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这副倔强的样子了。我也很好奇，你究竟能在我傅泽开手上裂多久？我看你能笑到多久。走吧，这顿饭吃不下去，提前回府。哟，关夫人这就要走了，人家傅姑爷又是抬整箱的金银，又是耐着性子陪老爷下棋。你个当亲女儿的，连顿年饭都不吃，嫁了个官爷，眼里就彻底没这商贾娘家了。好了，宁儿难得回来一趟，宁儿，厨子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鱼，先吃了饭再回吧。这两世为人，偏心到骨子里的周老爷，竟也会说出这样的话。是。贤婿啊，这可是上好的女儿红，你多喝点儿。还是傅姑爷贴心，不像某些人，当了官夫人就冷了脸。宁儿，等你夫君这次立功升了官，可要多提携提携你妹夫。你们姐妹二人以后在京城要相互帮扶才是。提携帮扶，前世我被傅家折磨的只剩半条命，血迹爬回周家去的旧时，他也是这样。爹，那傅家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炼狱，求您了，带我回家吧。宁儿，以夫为纲是女子的本分，傅家给的聘礼够咱们周家吃3辈子，你就忍忍吧。贤婿，这扳指可不是寻常物件，老夫猜测这是从西洋藩邦远道而来的奇珍。岳父果真是好眼力，既然岳父喜欢，小婿便放心了。他不是不知道傅家是活客，他只是为了这些身外物，选择了视而不见。无论是我亦或周瑶贤，都只是他的筹码罢了。两世为人，终究是我对父爱痴心妄想。女儿突然不舒服，先回了。哟，这就受不了了！关夫人就是金贵，这是嫌我们商贾出身丢了你的脸面呐！我娘的牌位还在祠堂供着呢，轮得到你一个妾在这对我指手画脚？冯氏，认清你的身份，再敢多嘴，我让你连这周家的门都进不来。就算周家没规矩，我现在是霍家的正牌娘子，圣上钦点的官眷，如今连父亲都无权管我，你一个从金南老家爬出来的妾，算什么东西？前世若不是冯氏在京城闹出那些丑事，带累了周家名声，我何至于无人问津？若不是他偷梁换柱，将我的八字冠上周瑶轩的名，我更不会落入傅家魔窟。而你，我的好父亲，当初竟也默许了这毒妇的行径。老爷，您瞧，这是要造反啊！您快管管这没大没小的逆女！霍瑶此时在边关拼命，九死一生。身为岳父，你没有半句关怀，反而算计着用他的军功给你这个富商女婿铺路。
同样是你的女儿和女婿。周老爷，您这一碗水端的实属太过分了。这场雪来的正是时候。从今往后，周长宁与周家恩断义绝。夫人，我家大公子祖父仙逝了。我家夫人周瑶轩由于忧思过度，如今卧病在床，吵着闹着非要见您一面。病重，这病的可真是时候。小姐，傅家这明摆着是鸿门宴，咱们不去吧？去，为什么不去？有些前世今生的账，该去傅宅当面算个清楚。还是这种人设，虚假的忧伤下，全是令人作呕的饥渴。我还以为姐姐不会来。周瑶轩呢？带长宁小姐去周瑶轩房中。是。傅宅内院，前世的地狱，周瑶轩现在困在这鬼地方的是你。夫人，我们主母在里面，主母不许我们下人入内，还得您自己进去。辛苦你了，夫人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那是什么？霍瑶说过，女子易入，能用一招得胜，绝不用第二招。这簪子是寒铁淬锻，削铁无声，最易直取咽喉，迷香的味道。这是傅泽凯专门调教女子的房间，隔音极好，屋里人就能香。只要晕过去，暗门后就是地门。要不是上一世的经历，我还真可能遭了这一遭。我是你们少夫人周瑶轩的姐姐周长宁，傅大公子叫我来看看。周瑶轩与昔日那位明艳的女子相遇，你如今倒真像个活死人。看如今这副鬼样子，怕是已经遭遇了傅家那些常人难以忍受的侮辱。周长宁，你终于还是来了。看到我现在的模样子，你满意了吗？周瑶轩，看在同是身为女子的份上，我认真问你一次，如今这种日子，你还想要吗？前世为镜，修此今生。若你此刻有一丝悔意，我便拉你一把。周长宁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不，你不可能是，绝对不可能的！你这辈子非要一女侍傅家三子。周瑶轩，现在的你可满足了？周长宁，你原来
知不知道？你什么都知道，你什么都知道！是啊，我知道你是畜生，我还知道在傅家这种炼狱里究竟经历了什么。傅家祖父前几日死了，傅泽楷是不是亲自把你送过去慰问了？这就是傅家的尽孝传统。那些所谓的表兄堂弟，他们借着做客的名义侵犯你。傅家那3兄弟是不是只说了句都是自家人，就一笔带过了？必须坚守共妻。周瑶轩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傅家3子分别是2位夫人所出，什么守住运势、坚守共妻，全是骗局。娶妻只是个幌子，把女子骗进来，家族共妻行淫，才是他们傅家的肮脏真相。不是的，还没认清真相吗？你还要自我催眠到什么时候？傅家妻子死了一个，就再续上一个，直到傅家每一个男人都名义上成了婚。深宅里的女人因产而死是常事，谁会去查？那些所谓的正室夫人，要么在外省长居，要么常卧病榻。只有在需要的时候，傅家才会挂起白帆。等有了子嗣，他们就不再续弦，在外博个痴情官夫的美名。可私底下呢？这院墙守卫森严，无人能逃。受得住的，锦衣玉食多活几年；受不住的，早就烂在了这地底下。傅家就是用这些女人的命，在给他们的贪婪铺路。吃人的恶鬼，这一世我会让傅家连本带利还回来。我可以救你，只要你指认傅家的罪行。你是想要害死我吧，周长宁？我绝不会信你的。况且，这傅家内院可是禁地，你人都进来了，你以为你今天还走得了？原以为傅泽楷是利用我的恻隐之心设局，利用周瑶轩把我骗过来。可现在看来，你跟傅家串通好的。串通？是我亲口跟傅泽楷提议，让你自己送上门。是我告诉夫君，你其实最喜欢他们那些娃戏。只是平日里爱装矜持罢了。周瑶轩，两世为人，竟然烂到了骨子里。夫君答应我了，只要把你换过来，傅家就不让我做那些事了。为什么？我受不住他们了，也受不了傅家那些恶心的癖好。你就当做好事，帮帮亲妹妹。反正傅家这些把戏也都是你所害，不是吗？周瑶轩，我只想知道，你为何两世都要再三害我？我害你？难道不是命运不公吗？霍瑶看着孔武有力，却根本不省人事。前世我脱光了站到霍瑶面前，霍瑶连正眼都不看一眼。我是正常女人，风华正茂，不过是跟几个小厮享受享受，有什么错？是霍瑶无能，她凭什么休了我？所以前世霍瑶真的没有碰过周瑶轩，而周瑶轩竟然一直以为霍瑶不行。可周瑶轩前世算得上艳若桃氏，芳菲非人。霍瑶当年究竟是为了什么才不碰周瑶轩？周长宁，你知道吗？前世爹爹和小娘为了保住周家的名声，竟然想让我上吊自尽。而你呢？你在这肮脏的傅家，
一女侍三夫，却能安然无恙，过得那么滋润。你那么不堪，凭什么活着？凭什么要死的是我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两世遭罪的都是我？我只是想过得舒坦点，难道有错吗？前世霍瑶通情达理，若周瑶轩真的只与一个小厮有情，直言相告，霍家定会给周瑶轩一纸和离书。可周瑶轩偏偏是跟家里好几个小厮偷情，最后被嫉妒的小厮告发，霍家已经仁至义尽，仅仅是休了周瑶轩，还让周瑶轩带走了全部嫁妆。周瑶轩，你真以为我前世过得滋润？前世归你，你瞧不出我身体异样，不过是因为我比寻常人的身体恢复快些罢了，不然我早在新婚洞房那天就被傅家三兄弟折磨死了。周瑶轩，你可知前世，若非你杀了我，按照我的计划，傅家那3头畜生活不过1个月。前世我发现傅家院角长满了棺木通，那东西看着像野草，实则是剧毒，吃多了脏六腑都会烂掉。我整整用了1年的时间，才让他们彻底放松警惕。傅家那3兄弟好色成性，我便投其所好，给他们做了一款壮阳药。他们找郎中验过，甚至找人试过，都夸是极品。我把棺木通磨成粉，一点点加进去，整整1年，他们的身子早就被掏空了，就算停药也救不活。周瑶轩，前世傅家把你丢进土匪眼凌辱，你这一世竟然还主动抢着嫁进来，我真是想不明白，你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？周瑶轩太天真了，他以为只要跟傅泽奇提议抓我，他便能逃脱，这实则是傅泽奇顺水推舟的试探。傅家从来没有活着的女人能离开。既然你什么都知道，既然你知道傅家是吃人的恶鬼，当初为什么不拦着我？你为什么要眼睁睁看着我一步步掉进这个地狱？拦你？周长宁，嫉妒父亲偏爱我，嫉妒我过得比你好，为何你心肠如此歹毒，竟忍心看我故意跳进火坑？周瑶轩，是你自己贪淫爱面，这2世的婚姻哪一次不是你自己抢着选？与我何干？装什么清高？你要是真贞洁，前世洞房花烛夜被那3个畜生糟蹋时，你就该自尽了。你凭什么要我死？就因为我遭受了非人折磨，就该自我了断来保全名声。周瑶轩，你前世与几位小厮通奸被休，不也觉得自己不该死吗？凭什么？凭什么是我死？我才不要死！该死的人从来就不是我，真正该死的是傅家。只要有一线生机，我都要活着看他们下地狱。这就是我从不求死的原因。不，没用的。傅家背靠的是皇亲国戚，权势滔天。霍瑶不过是个白衣起家的武将，根基不稳，斗不过他们的。傅家背靠叛党权贵，可霍瑶背靠的是当今圣上，哪家显赫氏族最初不是白衣起家？快去禀告霍将军，找到少夫人了。霍将军？谁是霍将军？霍将军，霍瑶，我的夫君。乍暖还寒，别着凉了。你不是惨了吗？你应该断了胳膊半死不活才对啊！灵儿，我们走。霍阳，你的妻子应该是我，你应该娶的是我。霍阳，今世只是意外，不应该这样的。霍阳，你别走！大嫂，周长宁是如何识破我的计划？
他怎么可能还安然无恙的站在这里？夫君，你快把周长宁抓起来啊！相信我，周长宁是个荡妇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还有二郎和三郎，他们也一定会很喜欢周长宁的。这一巴掌，因你辱我清白，随意搬弄是非，该打。最后一掌是我作为长姐教训家中妹妹不知廉耻。周长宁，我要撕了你！夫君，你竟然推我！下次让亲兵来打，他们力气足，别为了这些脏东西弄疼了自己的手。夫君，你居然帮这个贱人打我！霍将军请见谅，见其刚小产，神志有些不清。不过，霍将军今日带人私闯民宅，怕是不合规矩吧？傅大公子先前不是言之凿凿，说我夫人早就离开傅家了吗？怎么，傅家的待客之道就是把我夫人藏在内院？今日宾客众多，许是哪位女眷与霍夫人穿着相似，我不小心看走眼了。姐夫心胸宽广，想必不会为这点小事怪罪于我吧？不怪你，那我夫人岂不白跑这一趟？大少爷，大少爷，不好了！官兵把整个宅子都围了，县令大人和刑部大人正在芍药园里挖东西。不可能，他们怎么会知道的？我们做的这么隐蔽，这不可能！抓住他，押去芍药园。周长宁，是你，这一切都是你做的！周长宁，你真是好计谋！你一介妇人，怎会有如此心计？傅泽楷万万想不到，霍瑶不仅没死，还在这儿等着对他瓮中捉鳖。他更想不到，他以为天衣无缝的算计，原本就是我利用的计划一环。傅泽楷以为我是那待宰的羔羊，实则不然，我才是那个引狼入室的猎手。傅家隐匿在暗处，从不做第一手交易，但凡查到些蛛丝马迹，中间的办事者都会被诡异灭口。要傅家死很容易，但若想连根拔起那背后的毒瘤，必须要行贿和通敌的死证。傅家不仅和朱杰勾结，还攀附着其他权贵。抓这种犬牙得有万全的由头，否则被抓把柄的反而成了我们。只要能把傅泽楷关进刑部或者大理寺，我自有办法让他开口。傅家人并不爱花草，却专门修了园子，建了亭台楼阁，把芍药围在中间，供贵客欣赏。我偶然得到的可靠消息，傅家那片芍药园的花开得异常艳丽，好看得过分了。可总不能直接带兵冲进去，无缘无故挖了人家的土。傅家老太爷去世，这不正好就是那个由头？傅泽楷想借葬礼将我困在傅家，欺我辱我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我也正等着这个机会，彻底掀了片芍药园。周长宁，真是好一个周长宁！傅泽楷，你可知我盼这一刻盼了2世？贱人，现在傅家家破人亡，你满意了吧？远远不够。傅泽楷，我很好奇，你能在牢狱里列多久？给我老实点，霍夫人岂是你能惹的？走。共38具尸骸，大部分是女子，还有几具是男童，最小的不过10岁，最大的也不过19，骨骼上有明显的敲碎、烙刷伤痕迹，死前均遭受过非人虐待。畜生！传本官令，查封傅宅，傅家3子及别院2位傅老爷，全部打入死牢。是。前世那一刀早已断了我们的手足情，今日我来此，不是为了救你，而是为了那些埋在芍药下的冤魂。
富家人不配让任何女子为他们牺牲。夫人，可否赏眼瞧一瞧你的夫君？我不比那破门好看多了。将军说的是。走，我们回府。你们凭什么搜查我的府邸？傅家那是血口喷人，不能打开！黄金贿赂，通敌密信，朱大人字迹相符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是我！带走！朱姐已经把你们的龌龊事说了一遍，你还不招供吗？要死一起死，谁也别想活，一个都别想跑！我说，我全都说！是张世耀给的我银票，还有。傅泽楷供出了所有收了钱的权贵，2个月内涉案官员悉数落网。在傅泽楷眼中，傅家倾覆是一夜之间，但在我的视角中，却是付出了2世的时间。傅家勾结叛党，通敌卖国，罪不容诛，判处诛9族。还好出嫁女子不受娘家牵连，周家保住了，傅家彻底完了。这一世，这颗长在京城的毒瘤终于被亲手挖尽了。地牢阴寒，你身子若受不住，这种脏地方不去也罢。就去说几句话，说完便走。没想到你竟然愿意来看我，你找我何事？不知道，我就是想见见你。周长宁，你又赢了，你总是能得到男人无尽的喜欢，这一世我输得彻底。我从不在乎男人的喜欢，我也不是要赢，我只要活着，体面的活着，有尊严的活着。还记得小时候，你有糖总会分给我吃。长宁喜欢妹妹，给妹妹吃糖。老爷，那时候我喜欢他，把娘买给我的糖给他吃，可冯姨娘却诬陷是我娘指使我下毒，害得我娘从此失宠。你说还有下一世吗？我希望有下一世，这样我能和娘亲再做母女。下一世让娘亲做我的女儿，我好好守护她，让她一辈子享福。冯姨娘知道周瑶轩必死无疑，她牵连自己，至今未曾踏入地牢一步。周家被抄了傅家送的所有赃银，周老爷和冯姨娘如今守着空壳药铺，坐吃山空。周瑶轩到死都在念着那个人，可那个人早就把周瑶轩当成了弃子。说完了。走吧。长宁，母亲和你的户籍已经全部离出周家，另外母亲的牌位我也一并接回来了。多谢夫君。还有一事，等时机合适，麻烦夫君帮我把母亲的坟迁回老家京城。母亲生前总说想念那里的山水。好。霍瑶克敌有功，擢升云回将军，奖金1000两，赐锦缎白匹。周长宁温良书慎，加封书人，奖金1000两，赐良田50顷。另朱杰通敌罪证确凿，朱家5府内亲眷悉数问斩，余者流放岭南。大仇得报，前世噩梦终于彻底烟消云散。
这书房打通后，倒是亮堂了不少。夫君，这是什么？你和我的生辰八字，我当时专门要过来收好的。宁儿，你把它搁在笔砚篮子里，别弄丢了。你留这个干嘛？还能干嘛？喜欢你就留着了呗。咱们议亲前你都没见过我，怎么就喜欢了？我看你是喜欢我这生辰八字吧？说什么傻话！我以前在你家药铺抓过药，见过你。你见过我？所以，当初是你特意让媒婆去周家提亲的。听说你独掌周家药铺，还扩了店，我便觉得你厉害，偷偷递了帖子。那你又是何使？我亲眼见了你相貌，才正式向周家提亲的。药铺里2个姑娘，你怎么确定哪个是我？掌柜一直喊你小姐，还递账册请你过目。除了你，还有谁？只是当时不知周家有2女，幸好你我的八字相配，老天爷都要让我们在一起。如果当初你不小心娶到的是周瑶轩呢？怎么可能？经营药铺的小姐只有你一个。我是说如果。要么休了她，要么冷落她到死。难怪秦氏周瑶轩说他不娶，是他根本不愿碰她。可他终究心软，只是休了她，没逼入绝路。霍将军，将军夫人累了，你带我出去下馆子吧。遵命，夫人。